郵輪包吃包住包娛樂，結果上船以後才發現飲料套餐要錢， WiFi 要錢，岸上遊也要錢，怎麼船票之外又花了幾百甚至上千美金？但其實坐郵輪真的不需要處處花錢，也不需要為了省錢把度假變成海上苦行。大家好，我是 J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根據我多年坐郵輪的經驗，今天我就來和大家分享買完船票以後郵輪省錢最有效的6大招。特別是第一次坐郵輪的朋友，一定要把這一期影片看完，不花冤枉錢。第一招就是不要一上來就買飲料套餐。郵輪上最容易讓人衝動下單的東西可能就是酒精飲料套餐，因為郵輪公司會不斷告訴你買了以後無限暢飲，隨時都可以點，不用擔心每一杯多少錢，聽起來特別輕鬆。但問題是飲料套餐不是福利，它更像是一份提前簽下的消費任務。首先，即使不買任何飲料套餐，郵輪上通常也有一些免費的基礎飲料。這個 station 全部都是喝的，所以不買飲料的話也還是可以喝到飽的。這裡免費喝的除了水還是有一些其他東西的，比如說這個是 strawberry kiwi iced tea， 旁邊有 fruit punch lemonade， 然後還有咖啡和一些茶包也是免費的。有花錢買飲料的，他們就會分這個桌子上這種杯子，然後你可以拿着杯子去 Coke 那邊盛飲料。不同郵輪公司和不同餐廳會有差異，但是肯定不會出現不買套餐就只能可着的情況。強烈推薦大家要帶一個可重複使用的水杯或保溫杯，在用餐區裝水，這樣既不用反覆買瓶裝水，上岸的時候也可以隨身攜帶。另外，一些郵輪公司允許乘客在登船當天按照規定攜帶少量葡萄酒、香檳、汽水或者罐裝飲料。比如皇家加勒比目前允許攜帶1瓶密封的750毫升葡萄酒或者香檳，嘉年華也是一樣，同時也都允許一定數量的罐裝或紙盒非酒精飲料。不過嘉年華如果是在主餐廳或者特色餐廳、酒吧飲用自帶的葡萄酒，可能會收取開瓶費。這包是我們帶的喝的，一個 stateroom 可以帶12瓶，然後我們裡面有 Coke， 也有水，還有茶。不過有一點要注意，那就是很多郵輪公司都規定攜帶的酒或飲料不能托運，要自己攜帶過安檢。有時候比較嚴格，他們會數一數數量是不是符合規定，政策隨時可能調整。出發前一定要查看自己郵輪公司和具體航次的最新規定。給它放到冰箱裡面去了。剛剛我們在那裡吃披薩的時候有看到有的乘客就是自己直接提了一整箱的那個 Coke， 一箱不是有12 can 嗎？我們這個袋子還是一個 cooler， 如果要帶到海邊去喝還可以。接下來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判斷方式，就是計算飲料套餐的盈虧線。計算公式是飲料套餐含服務費後的每日價格除以1杯酒的實際價格，等於你每天至少要喝多少杯才能喝回本。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設飲料套餐加完服務費以後每天是90美金，而你平時會點的雞尾酒平均一杯15美金，那麼你每天至少要喝6杯才剛剛接近回本，而且不是某一天喝6杯，是整個航程幾乎每天都要喝。7晚的郵輪，一個人就是630美金，兩個人就是1260美金，中間還可能有上岸日，你大半天都不在船上，也可能前一天喝多了，第二天根本不想喝，或者你只是晚餐時想喝一杯紅酒。在這種情況下，單杯購買往往比買套餐便宜很多。不要為了所謂的喝回本，每天強迫自己喝酒，這樣不僅沒有真正省到錢，反而把度假變成了完成任務。這裡是單買的價格，喝的。而且有些酒精套餐必須購買整個航程，不能只挑海上航行日購買。有些郵輪公司還規定，只要同一艙房裡有1位成年人購買，其他達到飲酒年齡的成年人也必須一起買。
這裡倒是有一個可以嘗試的操作，假如同行者是孕婦或者因為醫療原因不能飲酒或有其他特殊情況，可以在付款之前主動聯繫郵輪公司詢問能否做個案處理。但是不能保證不是所有郵輪公司都允許，我有聽說過一些朋友有成功過。所以飲料這一部分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先按照自己真實的飲酒習慣算賬，不要按照度假時想象中的自己算賬。第二個很容易省下來的項目就是郵輪 WiFi。很多人一想到在海上沒有網絡，就會覺得特別沒有安全感，擔心聯繫不到同行的人，或者不知道船上的活動安排。但實際上，不買網絡套餐，並不代表你的手機在郵輪上完全不能用。首先，一定要在出發以前下載好郵輪公司的官方 App。很多郵輪公司都明確說明，即使沒有購買互聯網套餐，也可以連接船上的 WiFi， 免費使用郵輪 App。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點，就是郵輪 App 裡面已經有附帶了免費的聊天功能，所以一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出行，參加不同活動，想約時間吃飯或者見面，完全可以通過郵輪 App 聯繫。但是當然，這個免費的 WiFi 是不能打開網頁或者是其他 App 的。通過郵輪 App 一般還可以查看每天的活動日程、餐廳菜單、預約信息和船上賬單。我記得我早期在郵輪的時候，還要等待每天晚上工作人員會把紙質的第二天行程表放在房間內，然後還要每天帶着那個表查看某個時間段郵輪的哪裡有什麼活動。現在有了 App 真的方便很多。另外一點，記得登船以前還要提前把可能需要的內容全部下載好，包括電影、電視劇、電子書、音樂、播客和非常重要的岸上遊目的地離線地圖。如果沒有工作需求，也可以趁這幾天真正離線休息一下。手機在出港之前，記得先開啟飛行模式，然後再單獨打開 WiFi 連接，同時關閉蜂窩數據和漫遊，避免手機在你沒有注意的時候自動連接海上移動通信網絡。海上的移動通信和陸地的漫遊不是一回事，產生的費用有時候會很高。到達港口以後，再根據自己的手機套餐使用當地流量或者合適的 eSIM。港口咖啡店、餐廳或者遊客中心有時候也會提供免費 WiFi， 但這種公共網絡只適合查看普通信息，不建議登錄銀行賬戶、輸入信用卡資料或者處理其他敏感內容。確實需要在郵輪上工作的人，也不要下意識購買昂貴的多設備套餐，可以先看看套餐是不是允許不同設備輪流登錄。如果規則允許，一個單設備套餐可能就夠了。工作時用電腦，休息時退出，再換手機登錄。重點是要確認它允許切換設備，而不是同時連接。不同郵輪公司的規則不一樣，不要私自共享或者違反套餐規定。第三個省錢重點是岸上遊。第一次坐郵輪的人有可能會覺得郵輪停靠一個港口就必須在郵輪上購買一個岸上遊項目，其實完全不是。有些港口一下船就能走到老城區、商業街、公共海灘、市場、教堂或者是觀景點，只要提前做一點功課，自己走一走、逛一逛，就可以玩得很好。之後我會出一期影片是免費玩轉巴哈馬，就是這種不一定需要購買昂貴岸上遊的港口玩法。決定岸上遊之前，可以研究一下幾個問題，比如下船以後能不能步行到主要景點，有沒有公共交通，能不能打到車，或者有沒有正規的當地旅行團。還有一點很重要的考慮是，我真正感興趣的是這個項目，還是只是因為覺得來都來了，不參加好像有點虧。郵輪官方岸上遊最大的優勢通常是安排比較省心，而且在行程延誤時，官方處理起來相對方便，但是價格一般是按照每個人計算的，一個項目每人$100，一家4口就是$400，再加上紀念品、部分餐飲小費或者是裝備租賃，當天的支出很快就會超過預期，所以一定要按全家總價計算，不要只看頁面上顯示的單人價格。當然，自由行最重要的不是省錢，而是控制好時間。一定要確認郵輪要求的返船時間，給交通堵塞、排隊、找車和安檢預留足夠的緩衝。還要確認你看的是船上時間還是當地時間，不
不要因為時差判斷錯誤。我自己有個深刻的經驗，就是岸上游寧願買少也不要買多。經常有個情況就是，當你看到登船前促銷，就一口氣很容易把上午下午都排得滿滿的，結果到了港口，從下船開始就在趕時間，怕第一個項目遲到，怕來不及參加第二個項目，最後又怕趕不回郵輪。本來是度假，最後變成了海邊版的通勤趕場。我覺得岸上游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如果有這種時間緊迫感，所以一個港口安排一個主要項目，剩下的時間自由活動，體驗往往更舒服。確實打算購買郵輪官方的岸上游，也可以比較登船前的預購價格，有時郵輪公司會提前提供折扣，但不要因為頁面寫着優惠就買下一個自己本來不需要的項目。上岸時記得帶好水杯、帽子、防曬和必要的用品，旅遊區臨時購買這些東西通常比提前準備貴很多。第四個可以省錢的地方就是如果需要停車的話，停車的費用也可以省一省。郵輪官方停車場最大的優點是方便，停車以後一般很快就能到碼頭，但是方便通常也意味着價格比較高，所以不要只看官方停車场，也可以看看其他的方案，比如說港口附近的第三方停車场，或者是酒店的住宿加停車加接駁套餐。像我是住在佛羅里達，但不住在邁阿密，所以要來坐郵輪都是開自己的車到邁阿密，然後停在港口附近的第三方停車場，停好再坐 Uber 去登船點，通常1周左右，停車費能省不少。不過找外面的停車場要看看安全性怎麼樣，有沒有監控，是否封閉管理之類的。對了，因為不能確定當天有沒有空餘的停車位，所以我們都會提前上網預約好。但是交通這一部分有一種錢千萬不要省錯地方，就是不要為了省一晚酒店，在登船當天才乘坐容易延誤的長途航班去港口。飛機一旦取消或者嚴重延誤，郵輪不會因為你還在機場就一直等你，最後損失的可能不只是酒店錢，而是整段郵輪行程以及臨時追郵輪產生的機票和住宿費用。真正的省錢不是每一項都挑最便宜的，而是避免發生代價最大的意外。我們找的這個 parking 大概是10塊美金一天，然後從這裡要打 Uber 去登船的地方是9塊錢。第5個可以省錢的地方就是吃飯。郵輪船票通常已經包含了大量的基礎餐飲，所以這一部分省錢的重點不是讓自己少吃，而是先搞清楚哪些餐廳已經包含在船票裡了。主餐廳、自助餐廳和部分小吃店一般都有大量免費選擇。登船以後可以先打開郵輪 App， 或者是看看船上的餐廳介紹，把餐廳分成2類，已經包含的和需要額外付費的。不要只憑餐廳外觀看，有些地方看起來像普通咖啡館或者小吃店，實際上是按單收費。也有些餐廳部分食物免費，但某些飲料、咖啡或者是特殊菜品需要另外付費。真心想體驗特色餐廳也不需要完全不去，可以選一家自己感興趣的，再比較一下特色餐廳的午餐價格、登船日促銷或者是預購優惠。有些餐廳午餐和晚餐菜單接近，但午餐價格就會低很多。但是沒有必要因為看到餐飲套餐就一次買3家5家，特別是第一次坐某個郵輪，可能連免費的主餐廳都還沒有吃過，就已經提前買了一整套的特色餐廳，最後反而沒有時間去體驗船票裡本來就已經包含的餐飲。早餐可以優先去餐廳吃，想在房間裡吃的話，先提前確認一下客房送餐是不是收費的。有些郵輪公司只有少數基礎早餐項目免費，其他時段或者是其他餐點會收取送餐費，即使食物本身顯示免費，也可能存在服務費用。總的來說，郵輪上的免費餐飲本身就是船票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先把已經付過錢的東西充分利用起來，再決定要不要額外升級。一拿我就拿了今晚在上面，我覺得應該會是最好吃的東西，就是這個古巴牛胃。我跟你講，這個你去邁阿密吃古巴餐廳一份都可貴牛胃，而且燉得非常的軟爛了，用刀叉稍微挑一挑就可以弄出來了。
最後一招可以省錢的地方，也是在郵輪上最容易讓預算失控的地方，就是要控制在船上的消費。郵輪上大多數消費都不用現場掏現金，刷一下房卡，甚至帶着手環碰一下就結束了。這種付款方式會讓人對花錢變得沒有感覺。所以出發以前，先把容易在船上臨時購買的東西準備好，比如說防曬霜、常用藥、牙膏、充電線之類的。船上的商店空間有限，商品選擇少，價格通常也不便宜。臨時發現自己沒有帶需要的東西，就只能接受郵輪上的價格了。具體可以參考我的上一期影片，也就是郵輪行李必帶清單。在郵輪上安排活動時，先從免費的項目開始。演出、泳池、甲板電影、現場音樂、部分運動設施和健身房通常已經包含在船票裡了。很多郵輪上每天都有大量活動，真正的問題往往不是沒東西玩，而是免費項目多到來不及參加。這個看秀的座位是先到先得的，然後他們會在秀開始45分鐘前你就可以進來了。現在我這邊還是挺空的，因為我們吃完飯直接就來了。才7點多，秀是8點10分開始的。比較容易快速花錢的地方包括賭場、bingo、街機、藝術品拍賣、收費遊戲和付費幕後參觀。特別是賭場，郵輪賭場經常會用免費船票、免費飲料或者是賭場優惠吸引乘客繼續參加。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在送福利，但這些優惠背後通常也有消費和投注條件。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 trick， 我之後會單獨做一期影片來聊一聊郵輪賭場的免費船票和免費飲料到底是真的免費嗎？還是有另外一種方式讓你付錢？攝影和 SPA 也是很容易讓人消費的地方，如果真的想使用的話，可以看看有沒有靠港日優惠之類的折扣。還有洗衣服，短途郵輪的話，只要衣服代購，通常沒有必要使用收費洗衣服務。航程比較長的話，可以查看船上有沒有自助洗衣房。最後，如果你看到這裡，再附送給大家一個6大招之外的額外一招，就是每天晚上要查看一下艙房賬單 ，App 裡面就能看，不要等到最後一天早上才看。發現重複收費、不認識的消費、已經取消但沒有退款的項目，或者是小孩誤刷的消費，當天就要去客服處理。最後一天早上，客服台經常排長隊，而且離船時間緊張，處理起來會更麻煩。好了，最後我想說，這些省錢的方法重點不是讓大家在度假時什麼都捨不得買，該體驗的項目當然可以體驗，該享受的時候也應該享受。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那些對旅行體驗本身沒有明顯幫助，卻因為大家都買、正在促銷或者刷卡很方便而產生的衝動消費。這期講的郵輪6大招全部都是在已經買好郵輪船票以後，怎樣控制額外支出，但實際上郵輪最大的一筆錢還是船票本身。怎麼選擇訂票時間，怎麼比較真正的總價，所謂的第二人優惠和兒童免費是不是真的便宜，以及訂完以後價格下降了怎麼辦，我之後也會專門做一期影片講一講怎樣在訂票之前拿到更好的 deal。大家坐郵輪時最容易在哪一個項目上超支？歡迎在評論區分享。那我們下一期的郵輪攻略再見。